你搜集到的资料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会站在这儿。 你干什么？雷叔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要干什么？是真大，冷静冷静。哎，仔细核对资料啊，时间紧任务重，绝不能出错。有任何问题随时碰头，啊。杜成啊，真当上警察了？他们说有新人入警啊，就你啊！报告，一定支持雷队工作。这怎么长这么高呢？你这为什么当警察？那你为什么当年放我？是他带我走上这条路。要不是遇见他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死在哪儿。这是他办的最后一个案子。当年雷队因为破了这个案子而受到表彰，有记者想采访他。虽然在最后播出的影片里打了马赛克，但他童年的照片还是被那帮混蛋发现了。然后我就找到了你。 那天晚上我本来约他吃饭，我刚刚抓了一个流窜多年的惯犯，说想找他一起庆功，然后就出事了。要是我那天没约他，该有多好！ 这事也不能怪你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该怪谁。7年，我心里就像长了一条愤怒的毒蛇。我知道这件事也不能怪你。 但当我再见你的时候，就想把你当成我的宣泄口，处处针对你。
现在也该放他走了。都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你确定要这样？我必须找到濒死的临界点。那天我被曹东推下海，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我几乎看到了那张脸，但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消失了。所以你才想用这种方式。是谁迷失在黑暗？遗憾或背叛，难道就此尘封了它？纷乱世界上演。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。就让手中画笔去穿针引线，解构尘世间迷惘沦陷。别感冒了。喂，程队，九福珠宝发生抢劫案。行，我马上到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真画不出来就算了，我不会怪你。兄弟，往这儿拍一下。程队，案发时在场一共有6名顾客，3名店员，没有伤亡情况。看来这滴血只可能是劫匪的。
这就是当年找沈毅画出雷队那个女人吗？还不确定，得看比对结果。再比对一遍。没找到。真的是我画错了。不。 我相信你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对比库里。我已经安排人扩大搜索了。当刑警这么多年，我经常遇到无名尸体，有的即使脸部非常完整，还是查不到任何信息。最起码你的画儿给了我们一个方向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 画像和真相之间的距离，就像一枚真实的硬币和水中硬币的区别。在没把它从水中捞出来之前，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它折射出来的幻影。到达真相需要时间，我已经等了7年了，有耐心。你呢？ 解谜也是一种乐趣。兄弟，今天抢劫案的弹道结果出来了，江雪让你去一趟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一起去，带你认识一下。弹道检测结果怎么样？墙上一共2个弹孔，第1发子弹是擦过了警铃，射入墙面，墙面验出火药残留；第2发子弹才破坏了警铃，在铁皮处形成明显的远抛物线痕迹。看来这劫匪的枪法不怎么样啊！你以为都像你呢，指哪儿打哪儿呢？啊，这是我们新来的画像师沈毅。你好。 这位是我们北疆首屈一指的弹道专家江雪，跟你一样都是神人。哼，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，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炫耀他呢？枪的型号呢？格洛克170型，产自奥地利，按下17发子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弹夹是满的话，那个劫匪还有15次射击的机会。不。 如果没有续弹，还剩下14次。你看一下这个。7年前华畅珠宝抢劫案，劫匪持枪，1人重伤。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破。当时现场提取的弹头和这次劫案提取的弹头膛线划痕比对，是同一把枪击发的。跟福安那边确认过了，确定是当年的那把枪。 而且从作案人的作案手法来看，也应该是同一个人。初步推断，2起案子是一个人干的。7年前被重伤的那个目击证人呢？老袁正在了解情况。 7年都没有抓获，说明这个劫匪反侦查能力很强啊。但是这是我们北疆的一颗定时炸弹，我不希望它再响，所以，我希望你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边将它缉拿归案。杜成，给个时间。啊？72小时是吧？好的，全员听你调配，集体配枪，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果断处置。还有问题？
没问题。但是张局，沈毅平时是拿画笔的，这次要拿枪，要不然这次……沈毅的第一身份是什么？警察。警察的武器就是枪，画像师的武器才是笔。所以你上前线，配枪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听到了。散会。就你这拿枪姿势，手指头不要了。不知道持枪证是怎么拿的？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肩膀放松，身体前倾。嚯，挺准的。目标清晰了，集中力也就提高了。我们这次要面对的情况很特殊，你的枪口面对的不是纸人，而是活生生携枪潜逃的悍匪。肩膀放松，不到万不得已用不着你。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，明白吗？对，我们上次接到您的报警电话，您说一个喝醉酒男子躺在门口，只是后续一些情况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和您报备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丈夫找不到人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要报失踪。你有您丈夫的生活物品和照片吗？哦，有的。您看这个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提供的信息，劫匪在抢完金店之后，就往东边的商业街去了。他穿过这条商业街，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，一直走到第3个巷子拐了进去。到最里面的餐厅就没了任何的踪迹，附近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录到他。那个餐厅为什么没监控？餐厅是刚刚盘下来的，正在装修，还没有来得及安装。劫匪很可能早就规划好了行动路线，金店抢劫干脆利落，目标明确。他出来的时候脚步匆忙，但不慌乱，中间根本就没有停留。而且这条商业街上这么多巷口，只在这个路口拐弯，偏偏经过了那家餐厅后消失了。这只能说明他早就知道这条街上有一处监控盲区。你说的这些，你觉得我们想不到吗？你想得到你不说？行了，加派1倍的人手，扩大调查范围，把调查时间调整到1周前。你们成队呢？成队去调查抢劫案的监控了。你赶紧去找他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汇报。好，快点啊！怎么了？有一个女人报丈夫失踪，我们去她家里提取了 DNA， 化验报告你看一下。和劫案现场提取的血迹是同一个人。木匪，家住滨河路小区，报案人是他的妻子何红。报案时间，有可能他从家里失踪之后，
就准备去抢劫金店了。持枪抢劫不可能是激情犯罪，应该是早有预谋。带几个技术员到他们家去看看。小安回来啦。我们是北江分局刑警队的，穆伟是你什么人？是我丈夫，他有消息了吗？我们现在怀疑他跟一个案件有关，过来了解情况并进行相关搜查。这是搜查令。分开查。这是你们接到的2位见证人。你女儿叫小安，是，多大了6岁。哦，小安还不知道他爸爸失踪的事情。穆伟走的时候，小安在吗？没在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搜查的时候会顾及孩子的感受。怎么了，石老师？用这幅画做电脑壁纸，色彩太浓烈了，看久了眼睛会累。电脑壁纸，一般都是随手设定的吧？应该是小安回来了。妈妈，哎，小安今天学的特别认真。有客人啊！啊，薛老师再见，拜拜。您慢走啊。我的。你就叫小安啊？对啊，那你叫什么？我叫杜成，是你爸爸的朋友。小安，叔叔们在忙，不可以捣乱。你先回屋写作业。程队，有发现。我在穆伟的电脑上找到了这条购票记录，他用李志强这个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北江通往南京的车票，购票时间是7月22号傍晚7点23分。蒋峰，你去查一下这个李志强，看他跟穆伟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好。李涵跟我去北江站派出所和南京市局的同志了解情况。那我呢？你回局里待命。喂，师傅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蓝色的车，我没看见有蓝色的车呀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戴着墨镜没看清颜色。这个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当天是我值班，但是其实乘客都是直接刷身份证进站的。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在旁边做做指引，或者是处理一些故障情况。刚才我们也和南京站那边核查了一下，那边没有李志强，也没有穆伟的出站记录。这趟车中间要经停5站，他们可能是中途就下车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调阅一下进场监控？啊，好的，请跟我来。
喂，哎，程队，李志强说不认识穆伟这个人，而且他已经高位截瘫4年了，连厕所都上不了，生活比较困难，家里只有老母亲在照顾他。另外，李志强的身份证被他妈给卖了，不知道倒了几手，最后到的穆伟手里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程队，确实没有看见穆伟。我没有看见有蓝色的车呀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戴着墨镜没看清颜色。督察，我们可能找错人了。你说穆伟是色盲？对。你们看这幅画。这不就是穆伟家电脑的壁纸吗？对，穆伟的电脑壁纸异常的艳丽，普通人看这张画看久了，眼睛可能会有不适感。但他为什么要用这张画来做壁纸？所以我猜测，他是个色盲。那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图案呢？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吧？你们再看他们家的电视屏幕，颜色对比依然是很鲜艳和偏红，这都说明他对颜色的感知力比常人要更弱。还有，他们家的积木摆放和衣服的摆放，都是严格遵循着由深到浅的颜色来摆放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他是为了生活便利，为了让自己快速分辨出颜色才这么做。如果这些你们都觉得是巧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体检报告，或者是就诊病历。就算他是色盲，那他就不会去抢金店了吗？停，回放这段。你们看，劫匪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穿了过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劫匪是色盲的话，他过马路的时候应该下意识地犹豫一下，因为他分不清红绿灯。所以我才会认为，劫匪很有可能不是穆伟。程队，核实过了，穆伟还真的是个色盲哎。如果劫匪不是穆伟，但是从现场留下的作案痕迹和作案手法又跟7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，那就说明劫匪是用穆伟的枪模仿他犯下了第2起案件。我觉得不是模仿，是劫匪又重新临摹了一遍自己之前犯下的案件。这么肯定？这样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走一趟，就知道了。程队，程队。这跟7年前的那个金店抢劫案是一样的。从行动轨迹和现场痕迹上来看，高度一致，只不过就多了那一滴血。所以我才说，这个现场是同一个抢劫犯做出的一个复刻版。为什么不能是模仿犯？就因为这滴血。用绘画来举例的话，临摹是为了追求100%的还原，可这2个现场不是一致的。这个现场多出了一滴血，这对一个赝品来说就是致命的瑕疵。那可要是模仿自己犯案，那更不应该露这么大的破绽。所以这个破绽是他故意留下的，这就是他再次作案的目的。达芬奇画过一幅画，叫《岩间圣母》，这幅画他画了2次，区别就在于另外一幅的圣母头上有一个光环。
达芬奇其实不用画2幅一模一样的画，只是客户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，他就多画了1幅。那同理，一个劫匪也并不需要犯2起同样的案件，除非是有特殊的情况要求。那么关键的点就在于那滴血。没错，这不是无意在现场留下的破绽，而是为了留下破绽，故意制造了一个现场。所以劫匪不是穆伟，他留下这滴血是为了嫁祸穆伟。那劫匪到底是谁？穆伟又去哪儿了？看来找到穆伟才是查出劫匪的突破口。我们就从他周边的关系人入手。重点是他的妻子贺红和女儿小安。你想去问小安？来，喝杯水吧。谢谢。小安画画可好了，那一张还拿过奖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小安平时很焦虑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这幅画告诉我，他很不开心。他画的草坪线条非常杂乱，说明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，内心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。还有这个书馆，太扁了，扁得让人喘不过气。这都是内心压力的外化。房子象征着每个孩子眼中的家庭关系。一般孩子画房子，都会画在地上，踏踏实实。可你看小安画的房子，却画在水里，根基不稳，感觉随时都会被水冲走。贺红夫妻是不是经常当着小安的面吵架？小安爸爸对小安确实不好。穆伟啊，他们家我太熟了。他们家那个女儿小安和我孙女儿还是同班同学呢。那他们家情况怎么样？平时跟邻里之间的关系处得好吗？还行吧。穆伟啊，特别爱打麻将，总是和3号楼的小王还有那6号楼的小周一块儿打。就这穆伟手气不好，经常一晚上能输个700-800的。那他们夫妻关系好吗？我去接孩子的时候啊，总是碰到贺红一人接孩子。那穆伟，他根本就不管。是呀，有一次他喝多了，还说呀小安不是自己的孩子。小安是不是穆伟的孩子，做个亲子鉴定就知道了。穆伟的 DNA 我们这儿就有，小安那边需要找人过去的。那做完之后，如果不是，就不能排除贺红涉案的嫌疑。贺红那边的关系人也得摸一遍。这个抢劫案越来越复杂了。不是，我人给你找到了啊。魏岩啊，目击证人啊，他呀当年受过枪伤，这心里呢就有阴影了。治完伤之后就搬走了，我是一顿好找啊。但是他说了，当时他的的确确见过这嫌犯。人呢？我让去接待室了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
筛过贯穿，幸好啊没打到要害，还给我留了一命。但是我这口牙呀，已经不行了。以前呀，都能起杯酒瓶盖，现在呀，吃个沙琪玛都费劲。如果让你再看到那个人，你能认出来吗？能啊，一定能。我永远记得他那张眼睛。是他吗？是他，就是他。等一下，他呢？也有点像。这个呢？还有他，都挺像的。直觉上您觉得哪张最像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都不太像。